好，那么到底这个猪肉到底有没有瘦肉精了哈？陈建仁说，系统性食安事件多发在2008到2016，这是什么时候？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你先去扯马英九干什么呢？去扯马英九说现在供应链是没有风险的那呢，因为立法院叫他报告嘛，他的报告有9页，一半在骂马英九，你不是很无聊吗？所以呢，叶元之就说你这个没有病识感，你在干什么？骂马英九干什么？跟这个什么关系那黄国昌也说内容单薄了，非常失望9页那另外呢，陈昭之是问他说，台糖的肉片都有溯源标章，因为它有肉归肉，猪肝归猪肝嘛，因为我们猪什么全身都吃嘛，猪蹄、猪耳朵、猪一大堆都吃，那猪肝也吃嘛那结果呢，这个陈昭之就质询就有一包，你看猪肝就没有溯源嘛。那这个陈建仁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一只猪如果有就全部都有。我既然猪肉有溯源，我就猪肝就不会标了嘛，乱讲。很多人敢吃猪肉，不敢吃猪肝，你知道吗？内脏比较高了。对，那你看，因为猪肝要过滤这些毒等等一大堆，所以很多时候那个猪肝可能会有问题嘛。所以人家只是建议你就猪肝也不要，就标就是了嘛，这有什么困难呢？何必还要再跟他辩论说这个猪肉有，猪肝也会有，所以我只要猪肉标就好，猪肝就不会标了。去炒这个东西真的很无聊了立委没有坏意，就是跟你做一个建议，对吧？给你看，的确猪肝没标嘛那另外陈昭之也问了说，你们当时不是要说到让美国去查厂吗？对不对？当时有叫美国去查那个厂到底有受精没受精，怎么是0呢？一家也没去查呢？陈建仁说，因为那是疫情很难去查了。疫情其实也可以查了，也不是就不能查了，比较困难是没错了，但是也不是不能查那另外呢？就是说，他就说，台中市政府没有遵照 SOP，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盒肉，我去抽就抽到这盒肉，抽到这盒肉以后呢，我检查有了以后呢，我就检查了22次，说都是这盒肉。他就说你应该去找这一批的另外的肉，另外的我不见找得到呢，这是半年以前呢，我拿来以后查，再回去可能又换别的肉了，整个可能。一猪杀来，台糖分销到很多地方去嘛，他不见得这条猪通通在这个超市，也不一定啦，我不知道。但是不是说我就可以再回去一定找到这盒肉嘛？那你现在去找这盒肉你中央去找找来以后找这一批的猪了，然后再检查一次，看到底同样一批猪，因为我们很怀疑嘛，一只猪不可能只吃这块肉，这块肉有一个整个猪都有嘛，就像你陈建仁讲的，那整个猪有只有这只猪有吗？这一批猪应该都会有才对嘛？那这批猪在哪里呢？你中央去查，台中不一定在台中市可能在台南、在高雄、在台北都有可能不很奇怪吗？我们看一下。行政院长食安专报，第一棒的民众党先抛出这个问题：内脏已经成了食安漏洞了，猪肝没有溯源徽章，没有产销履历。现在我们所有的猪肉检验出来，通通没有检出。那请问，如果若没有猪肝里面，肝里面会有吗？强调都零检出，怎么可能内脏还会有？但过年前台糖梅花猪被验出瘦肉精，立委说民众对猪肉多少有存疑，尤其还有进口的美国猪。美猪查厂案的报告都没有，目前挂零。我们有去查了，好，那也许好，那这样子是这样子，就这件事部长。说只是没把资料放上网，眼见感冒的薛瑞元声音越来越小。这本席善意提醒一下卫福部薛部长你今天不是藐视国会是你讲话国会听不见你要不要喝一口热茶，带个热茶上台好不好？对，我说你今天被询的话，麻烦带一个热茶，没关系的，我们都能理解，好不好？立法院很有人情味的，好。一旁帮韩国瑜拍手的不是国民党立委，而是民众党的委员们。蓝白似乎保持一定的默契，攻食安，行政院也有备而来。蔡总统在105年就任以后，积极推动食安五防的政策。近年来，食安事件已经从系统性逐渐转为个案性的问题。这是在偷酸马政府吗？这个你比较知道。有话说从前，真是从盘古开天说起，只要不说到他们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像一切就可以得到一个解释。所以我只能说，这份报告令大家失望。要行政院不要趁机推前朝，食安攻防，立院开打。来，说会。坦白说啦，今天陈建仁的食安报告，我认为就是来挑衅的，挑衅在野党。事实上，在之前在
陈建仁拜访国民党党团的时候啊，当他要求他做食安专案报告的时候，他就呛说：“可以啊，我就报告说民进党做的比国民党好多少啊。”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呛这样子的瞎哈。那今天他果然就是来做这样的挑衅的食安报告。不管是现在两院之间的冲突啊，行政院跟立法院哈，或者是两岸之间哈，我们认为说，我们之前以为说赖清德他是双少数的总统，他会低调和谐一点哈，处理任何事情都圆融一点。结果蔡政府好像不这么想，在最后的看守期间到处放火，为什么？因为放了火以后之后是赖清德要去收拾啊，陈建仁根本不在乎，不管是大陆的怒火，或者是在野党在立法院的怒火，对陈建仁来说根本就不重要。反正我现在就是要表现我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陈建仁他隶属从2008年之后的食安事件到现在，我只整理了归纳了一个重点，就是过去马政府时候的食安事件都是由不肖业者所造成的，而民进党执政期间的食安案件都是由不肖政府所造成的。事实上，开放核食这件事情，还有开放瘦肉精来猪这件事情，还有开放超丝蛋这件事情，哪一项不是来自于错误的食安政策？不要忘了，公投史上所有的成案的提案，2件关于食安的，都是发生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所以你说民众对你的食安政策很满意吗？你说你的食安5环？问题是你政府的食安政策不对的时候，你导致这种食安问题就是会发生。然后这阵子不管是柯文哲也好，民进党也好，说只有1块猪肉检查出来，那就是实验室污染。我觉得这是错的。以前我在查北农质谱仪的经验哦，如果这台质谱仪被污染了，或者实验室被污染了，他验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超标。我之前在北农就是查到一次，就是为什么这1个礼拜所有的蔬果某一项农药都超标了？这是不合理的吧？天南地北送过来的蔬果啊，怎么同一种农药都超标了？啊，有的蔬果根本没有用这个农药啊，结果是质谱仪被污染了。所以今天这个实验室只检查出这1块肉，他检查过40几块肉哦。其他都没有问题啊，那你就不能说他实验室被污染吗？何况这块肉到了中央的实验室也是被验出来啦，所以他把污染又带过去了吗？这个是不符合科学的。我们应该去找出原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个案，而不是一直质疑说为什么只有这一个个案。好不好？这个陈建仁是说呢，应该有15天让台糖申请复验才能公布了，但是没有给台糖时间复验，所以错在台中市政府而且呢，认为说可能是实验误差，所以他们要再重定食安检验的通报标准，因为说只差什么0.0001 ppm， 这误差太低了啊。那另外呢，这个陈建仁说，我讲的科学你这个廖伟翔讲的是政治等等，在立法院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讲政治的地方嘛，那科学当然要讲了，但是你也不能回避，它是一个政治事件既然是既是公卫事件，也是政治事件了所以要相信专家的调查另外呢，薛润也说呢，专业用情绪，你们都是太情绪了，用情绪处理是不对的那地检署说正在了解要不要司法调查到底老沈怎么看？这个书会是很称职了，因为他检讨陈建仁院长，那我来检讨国民党团。我觉得这些人才当选1个多礼拜，当然是已经出尽洋相了。我们你看蓝白都一样，2个大小不同的党团，结果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国人面前充分凸显他们的无能。你看就我们现在讲国民党团，我们的国民党团的大总召，你看他出了什么事情？他开始把那个临时会误用了。临时会收回去了，就回到专案调查。专案调查又是为了到底要开几天，什么时候开，1个礼拜的哪一天开，这个协商不成，又流会了。那后来终于勉强搞成了。国民党上最大的错误就是抓住食安当作开议以后这个新国会的第一炮。你觉得？我不认为全国居民同胞希望知道进一步知道这个食安的问题，为什么？这是来自台中啊，那来自台中，我也不同意苏慧的讲法。其实我倾向赞成柯 P 的讲法，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撇开暂时不讲，
从台中的瘦肉精就变成1年的食安问题，变成2年的，最后呢，国民党为了遮掩他们总召的这个的失能，把它扩充出来，他要了解8年，所以他今天讲那么远，就是你要的啊，那讲很远，我就连马英九都扯下来，但是为什么国民党团要扯那么远呢？他就是要遮掩他当时把这个不应该讨论的议题变成专案报告的议题。我跟你讲，我不是跟小富特别有意见。如果国民党团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放任小富继续干这种事啊，我跟你讲，国民党团会把自己的能量、把自己的人数，通通搞糟糕了。现在国民党是什么？一个没有头的八爪章鱼，你知道吗？不过他那个食安问题是很多党团成员要求报告的，大家都乐见。为什么？民进党当然同意啊，每天小事嘛。国民党团他也很多委员建议要谈食安了，应该要排一个专案报告了哈，因为这个从过年前一直到现在，大家不敢讲每个人每天都在吃猪肉，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几乎你一个礼拜总会吃到好几次猪肉嘛哈。既然有发现有一盒，当时在FDA 就是食药署跟他们已经讲说这个可能排除了实验室的污染，在查了，他们有讲哈，排除了这个东西，这是错的，不，我们不管错不错，剩下的就是你卫福部啊，你要有很认真的态度说，我们认为万一真的是扩大的话，那怎么办？那受害的人是老百姓，这个心态，我是觉得行政院也好，卫福部也好，我觉得这个心态好像就是你台中市政府可能有问题，第二个你实验室可能污染有问题。我觉得从老百姓的感受是不一样，老百姓就告诉我，到底吃猪肉有没有安全，有没有是不是会有问题？我觉得心态哈，我倒觉得这个事情，我希望立法院呢。再去想想看，如何找出真相来。专案报告1次不行，2次吧，有什么关系？2次不行，3次要查案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国民党。好吧，民进党呢现在觉得这个立法院呢，政府院国民党现在就想要去搞国会外交。所以遍地烽火这个可笑。那所以呢，很多立法院的联谊会都违规成立，他们联谊会都有一定的规定了哈，而且呢撞来撞去有时候呢说 AIT 也动没掉，所以到底要搞几个怎么搞啊？那韩国瑜昨天美国国会议员去立法院参观嘛，韩国瑜就说你们跟外交部吃饭是欧杯，跟我吃饭是彩色的，所以呢，韩国瑜怎么讲？韩国瑜说，对坦克最有效是无人机。对漂亮女孩最有效是追求她，对国会议员最热情的永远是国会议员，所以应该跟我们吃饭。下次你们美国国会议员呢，不要跟外交部吃饭，跟我们吃饭就好了让你们笑哈哈。好吧，现在呢，这个委员会名单出炉了那3党的总召都在司法委员会司法那司法法治了黄捷的内政，徐巧芯在国防，本来大家都看黄捷跟徐巧芯会在一个委员会去吵架那另外呢，这个现在看起来司法委员会是重兵那韩国瑜到国防外交委员会去所以呢，这个徐巧芯就说，国防外交其实看起来实质上只有4个人重兵都在司法法治了，所以呢，大家都要去抢司法法治因为将来要推立法院的调查权、听证权、蔑视国会的这个罚则等等，所以大家都放在司法委员会里面去我们看一下。台美友谊，加油！立法院长一声令下，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立。我们国会议员了解国会议员，所以各位将来碰到很多美国国会议员，一定要欢迎他们来立法院吃饭，跟外交部吃饭是黑白的，跟立法院吃饭是彩色的。又是韩式金句连发，只是这场联谊会之盛大。我今天来是以这个第9届的毕业生的身份，这其中一个。第2个身份呢，就是第9届的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的会长。萧美琴以学姐身份出席，现场蓝绿白立委们跨党派大阵仗，尤其还差点闹双胞。院长怎么看说今天这个协会被说是夹击你？
会这样问是因为国会外交路线本来由院长主导，但民进党抢先出手，连番成立和其他国家的国会联谊组织，像是台法、台波、新南向等等，遍地烽火大动作。就连国民党开始进行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联署时，才发现绿营也筹组台美国会友好协会，甚至已经有蓝委加入联署。最后几经协调，才破例蓝绿柯志恩、王定宇双会长，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出任荣誉会长。那其实柯志恩一开始我就邀请他担任副会长了，所以本来就要约他合作。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是我们立法院最大的次级团体。过去我们依照我的理解是，国会的最大党应该是来担起这个所谓的主席的一个角色啊。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彼此之间都觉得应该为台美的关系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然后呢，就经过这个协调，然后就变成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真国会主导蓝绿台面上和气，台面下暗潮汹涌。来，这个有两件事情我必须向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一个就是那么多朝野争着要成立国会议员的这个联谊会，这个其实用途不大。因为我们正式的外交都办不起来，你们是办个什么狗屁外交啊？但是呢，就是有相对国家的国会议员来访问的时候，他们可以招待，而且呢，就是说休息的时候、暑假的时候，他们会组团去那个国家访问。但是就是浪费政府的钱以外，真的实质的效果非常有限。但是我这样讲一定引起众怒了，没有人承认，大家都否认。第二个我要解释的就是司法委员会，现在叫司法法制委员会吧。这个是冷门啊，这是冷门委员，没人要去的以前都是那些老委员，都是希望去这个法制委员会，因为是在那边敲每一个字的。那现在我退休以前的几届，谁去你知道吗？有案在身的，他有案在身去司法委员会，他们都认为这个可以保护自己。所以你刚才讲说是因为这一个会期很多这个调查法什么法调查权这个要修法，所以他们都强调去。这些委员没有那么热心国家大事而去参加这个的。通常他们现在是那个三长都去那个就是没有用的委员会嘛，还有案在身的也都会去嘛。你看看有没有陈昌明有没有去？我不晓得。以前都是有案的所以这个大有文章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司法法治现在跟你以前讲的不一样。司法法治，柯建铭、吴思瑶、庄瑞雄、钟嘉宾、沈发慧、徐富奎、黄国昌、吴宗宪、傅昆萁、林思明、罗志强、谢龙介、翁小玲。为什么？我告诉你学法的背景的很多。第一个这个学法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你讲了嘛，大家不太愿意去，其他热门委会其他要去，那你既然当三长，你就到一个冷门委会去嘛。这个没有油水的啦，没有油水，也是理由之一了那像吴宗宪是新北的法制局局长嘛，检察官出身，来部长。刚刚大家在讲这个国会联谊会的事情，其实刚刚虽然沈大佬说这个国会议员外交没什么用，但其实还是有它的效益了。特别是说现在国会议员担任一个外交角色，某种程度上他又有一定的代表性。再来说他的身份又比政府灵活，所以像刚刚韩国瑜讲说，跟外交部就很大家冷冰冰的嘛，一板一眼跟国会议员大家就很轻松这样。所以包含说现在国际上有些团体像 IPAC， 它其实就是我们讲对华政策。国际的国会的这个联谊会，它其实也是以国会来做一个主体，这第一个部分了。那第二个部分说，其实对于这些参加这一些联谊会的委员自己来讲，这个位置其实是重要的嘛，因为在过去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国会外交可能它的角色相对上没有像现在那么吃重。但现在一个状况是说，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包含欧洲包含这一个可能拉丁美洲，现在也对台湾对兴趣是比以前还要更高了，大家会想要更了解台湾，更认识台湾，甚至更跟台湾的不只是包含政界、包含产业界接上轨嘛，所以它的地位增加了。再来是说，你有这个头衔，你去外面有这个头衔去身份，很多地方场合行走，其实它是有很大的效益。例如说台商，我现在想要去经营我的一些人脉跟关系，哇，你是这个对美联谊会的会长，我当然会想要优先认识你嘛。那包含说越南、泰国等等，所以其实刚刚在讲说蓝绿看激烈，其实就我所知，民党自己内部也很多人是在抢要去当这个联谊会会长，所以我想这都是委员们很正常，大家都会去竞争这个位置。而且因为呢，民进党呢在这个选举期间的时候他们在
在攻击这个国民党的不分区，在攻击韩国瑜，包括这个萧美琴在内。萧美琴就讲过说，如果说是让这个蓝白啊拿到了国会过半，然后呢韩国瑜当这个立法院长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跟这个国外的这些重要的人士来解释，我们的这个立法院院长会用膝盖走路，哈，所以他们当时呢，的确就民进党是大打，不但是萧美琴，他们还大打广告啊，就是说韩国瑜如果当这个立法院长的话，我们就是会有一个用膝盖走路的这个立法院长。所以说，当韩国瑜真的是了立法院长之后呢，像包括什么台美国会联谊会啊，很多就已经开始传出来了，就是说要怎么样要阻挡啊，还有这个未来的这个民主基金会阻挡韩国瑜当作是这个会长嘛，哈，所以两边呢在那边抢的资源呢就非常的白热化，而且吴峥呢刚才呢有一个话是没有讲白的，就在于是说。因为它这牵涉到也很多募款的资源啦，哈。然后呢，民进党呢过去呢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现在所拉的所谓的这个民主阵营里面，不管是来自于欧洲的、东欧的，好，然后美国的这些的国会议员，都竞相的到台湾来，彼此之间相互取暖嘛。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都会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抢得很凶啊。休息一下回来。好吧，徐巧芯到底是又丑又矮，还是又美又高？哦，在网络上吵。那这是民进党高雄市党部的在 Thread 上面的说，黄捷比徐巧芯漂亮，这是主观认定；黄捷比徐巧芯高，这是事实。哦，就被人家骂了，批评说你什么意思？为什么骂徐巧芯又矮又丑？他当然没有讲又矮又丑，但是意思就是这样子嘛，啊，那就赶快也删文了，也道歉了，说我们用词不妥啊。那徐巧芯说，民进党要道歉，说我又丑又矮，我自认为好看是怎样啊？那黄捷说啊，人家原来小编并没有这样讲嘛，你们是太偏激解读了哈。那民进党的中央党部也立刻发了一个通函给各个党部，所以以后不能用这样的这个歧视性的言论啊。来，淑慧。我很认真在看徐巧芯跟黄捷到底谁高，我怎么感觉他们差不多？不过是这样啦，第一个我们就知道说，你看民进党高雄市的党部的人，他只在乎身高跟美貌。他没有在乎问政能力，他怎么不说我们黄捷比徐巧芯会问政，对不对？我们黄捷比徐巧芯那个口齿伶俐，因为没有办法比嘛，哈，所以这边拿外貌来做文章啊，这是一个很肤浅又可笑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就还好，他们紧急做一个处理，就是昨天22号赖清德从党中央发了一个这个通知到各县市党部去，所以黄捷在这边硬凹说，哎呀，你自己做恶意的解读啊，要不然你也要道歉。人家赖清德，人家党中央都已经说了，以后我们不要再这么干了，你还要在那边扯哈。我觉得当然哈，不管是媒体或者是黄捷哦，都有意的要把他们两个人拉在一起啊，可看度嘛，蓝绿两个年轻的女将哦。但事实上，我们还是希望到了立法院哦，我们的立委哦。被人家看到的表现哦，并不是说哎呀什么以色列防身术好，或者是漂不漂亮、穿不穿皮裙等等，而是他们在问政上面的表现。那一天黄捷哦，他动手的那一幕哦，坦白说我是有点讶异，为什么？就算罗智强违规用麦克风哦，我们的议事规则一定是院长有国民党罗智强违规用麦克风，你要提出权益问题，让院长去处理呀。而不是你一个箭步冲上去，那个是路边的小孩子，没念书的小孩子才看到人家手里有什么就要去抢嘛。关键在陈其迈3个字快要出口了。对，所以他护主心切，护麦心切嘛，那这也不对嘛。你是立法委员，你应该来监督的。就算你再怎么拥护你的麦好了，也不用这样一个箭步就要冲上去给人家拿麦克风。然后那一天之后，我们。就私底下在聊说，以后只要看到黄捷，尤其是男生立委，赶快退后。万一他说不要碰我，不要碰我，你就被栽赃。我说不对，不是退后，是只要看到黄捷冲过来，国民党的男性立委要赶快喊不要碰我，不要碰我。我觉得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凸显了我们这个新的这届的这个立法院，就民进党的这个素质啊，就高雄市党部啊，真是实在是太低下了哈。就是说。
你怎么会在发生了他们这个黄捷跟这个徐巧芯呢这边争夺麦克风争议之后呢，这个民进党市党部高雄市党部是哪根筋不对啊？竟然会从这个外貌来去批评这个徐巧芯？我觉得就算是年轻的小编哈。认为说这样子的批评呢是符合现在的这个口味。如果说他认为说这样子的批评是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的话，那就真的就证明民进党的程度就到这里为止。我觉得这个很悲哀哦，就说民进党呢在这个选举期间的时候，当他们打出了这个抢救王义川啊，作为他们在这个不分区的一个主要诉求，而且大获成功之后，似乎民进党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说，只要在这个言语上面哈，然后用一种比较哗众取宠的啊，比较是属于那种不要去谈那种实质的这种问政的内容，然后王义川呢有多少的一个程度哈，他到底适不适合担任这个国会议员，到底值不值得抢救，不用去探究这些，只要是呢在这个，因为王义川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说他究竟是有什么样的资格被认为说是要抢救王义川，他就是一个言辞上面非常的很好笑、很搞笑啦，很会讲的。这样子的策略成功之后呢，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带动了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风潮，只要问政的水准或是批评的这个水准，只要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老师，坦白告诉你，我认为徐巧芯是比较漂亮但是这是我主观的看法。但是我认为高雄市党部的小编写那样的文字，我觉得既然在你的脸书是代表高雄市党部，我觉得这样的文字就应该有人可以给你 screen 有关卡，就是过不了不能贴，到事后才查，我觉得就不好。但毕竟是一个小编，所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了哈。但是我有意见的是，民进党党中央由赖准总统出面的，他告诫全国的党政官员们不要用歧视的言语。我觉得歧视这两个字不能用，为什么？应该讲污蔑，而不能讲歧视。原谅我咬文嚼字了。他如果这个小编对这个徐巧芯的讲法是歧视的话，那表示徐巧芯真的丑了。不是，你知道吗？因为有这个事实啊，你去强调这个叫歧视，没有，但是你无中生有，这个叫污蔑。你难道不懂吗？好不好？老沈意思说徐巧芯漂亮，你说她丑，所以说你是污蔑了，是不是这样？怎么是歧视呢？老沈，你讲歧视，徐巧芯就真的丑了。因为是脸书了，他在那个社群媒体叫 Threads， 很多年前看，而且他就大胆的告诉你，第一批批民进党高雄，就是告诉我，就是高雄市党部民进党，我就骂你徐巧芯。来，吴峥。不，这个状况是这样的，其实他不是讲徐巧芯委员又丑又矮，但他确实这个高雄党部在 First 上面是发他觉得黄捷比较高比较漂亮。那这样的言论出来以后，其实刚刚这个乃金姐说是民进党素质这样，不是，我也要跟大家讲，因为其实这个言论出来以后，包含很多民进党我们自己的支持者，然后自己所谓1450在这个 First 上面也很多人去看不下去，觉得说你要攻击徐巧芯有很多地方可以攻击嘛，你可以不认同他的问政风格，你可以不认同他讲的东西，不认同他的质询言论，没有必要在外貌上面去做文章嘛。那所以包含说中央党部看到这个状况，其实我们也是赶快发文，然后但我要回复刚大佬讲的，就是歧视还是污蔑？不，你告诉我，我们的歧视还是污蔑？讲的，你让我讲完。我们对象，老沈今天变成文青了。对，我念这个，他说这个提醒各县市党部及党公职避免歧视性及人身攻击言论，包含种族及性别，很广啦，就说大家以后讲话都要小心不要去评论人家外貌，不要评论人种族性别，大家讲话小心一点了。其实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啊。要按照老沈叫歧视或污蔑性言论。休息一下再回来。那不行，那他们常会有。好，昨天晚上国民党跟民众党的3长在立法院康园聚餐了啊。那柯文哲说，这个要不是让媒体早点下班，我们还继续喝，因为媒体外面等，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喝得醉醺醺出来啊。那说有事以后就直接打电话了。我听说
他们的气氛还不错啊，气氛不错啊。那另外呢，这个傅昆萁也说天气很冷，但是呢，柯文哲非常炙热，柯文哲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暖暖的诚意啊。因为柯文哲昨天有去嘛，那昨天花了多少钱呢？花了13000元啊，1、2、3、4、5、6、7个人啊，一个人不到2000了啊，那各付一半。Go Dutch， 什么叫做 AA 制啊？这有个问题，因为民众党是4个人，国民党才出3个人哦，搞不好除期啊，除期我们除期成事。然后呢，这个傅昆萁说希望再也能够合作来对抗霸道的民进党啊。那柯文哲说我们谈了74分钟，没有谈到召委选举啊，并没有说要礼让啊不礼让，没谈到这个问题啊等等啊。基本上我想傅昆萁对的是要在野合作是很重要的啊，你不在野合作，你等于是都空的嘛啊，你有什么案子也过不去了，因为你不过半，所以在野要合作，但是在野合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民众党也是个党啊，他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立场，有他的利益哦，那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想法都不一样哈，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从大的角度来看是应该在野合作的哈，所以我是认为说你不在野合作，你民众党8个也等于是空的，你国民党52个加2个也没用啊哈。那另外呢，就是说柯文哲说他要 long stay 了，哦，而且要1日北高，哇，哦，那因为大家说，因为他最近声量比较低了，双黄比他高，黄国昌、黄珊珊声量比较高啊。那柯文哲说这次啊，我觉得我就是整到彰化了，不可能再到高雄了啊，年纪也大了啊，而且因为呢这个练习时间不够，手拉伤也还没有痊愈哈，所以呢这个我干脆在车上喝咖啡。看他们骑，他只能骑一段了，剩下就别人骑了。我们看一下。好，来各站一边，各站一边。喝到有点微醺，走出餐厅，旁边的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国民党立委林思明满脸通红，蓝白两党团加上柯文哲把酒言欢，7人参叙70分钟，还了不够。跟你讲哦，要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点下班哦，我们还继续再喝。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是很好的开始。我们感受到柯主席啊，这个虽然在寒冬哈，有这个非常炙热的暖暖的哈这样的一个诚意。看来气氛何止不错，甚至聊到不想走。22号晚间，柯文哲和蓝白党团3长在立法院康园餐厅参叙，菜色鱼鸡虾还有东坡肉，一桌13100元，蓝白两边 AA 制。要讨论的事实在太多，剩下电话里再说，甚至也瞧好对接窗口。现在有讲说以后就是像，因为彭孟凯比较年轻嘛，就他来跟珊珊就有事就直接打电话。不需要在那猜来猜去，所以今天主要就是建立一个大家说哦，有一个沟通的管道，那以后有问题大家不要说打电话了，甚至到办公室直接坐下来，大家直接讨论，这样就好了嘛。难道代表立院蓝白合有谱吗？也许29号召委选举，答案就会揭晓。没有谈到，完全没有谈到。所有的在野党，我们必须是同心协力，才能够制衡如此霸道的民进党。就算没谈到，有需要下一次再说就好，打好关系最重要。老沈又有什么心结了？不是心结，不是心结，新的解释了。哦，对，我跟你讲，我是看人家是所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今天社会的评论把昨天在康园吃饭这件事情，以嘻嘻哈哈说满脸通红出来就讲过了哈。这个非常的有它的意义。为什么？柯 P 最近是非常的困顿。非常的挫折，非常的不知道，要问志豪，非常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呢，他13号选完以后，到现在不到2个礼拜，他的前半段就是几天小空怎么办？怎么办？我如何能够拉回我的声量？我如何能够再回我的角色？他结果就说每天1个礼拜2次，起码2次骑脚踏车去立法院嘛，去蹭党团嘛。哦，那到了最近这几天。他觉得我的声量不重要啊，我的党团都快完蛋了，我的党团被黄国昌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他危机感来了。真的，这个党团不救。他哪一天去立法院看黄国昌坐在那边要开那个协商，没有人理他，一个人坐在那边，给他姐姐黄孟凯，给姐姐吴村长哈，他晓得这个太严重了，所以他才在康园请三个来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新的鸿门宴，好，然后呢，它的效果不是在里面讲什么，是他到了外面给媒体讲，
以后这没什么了不起，有问题打电话，有问题就见个面，有问题就到对方的办公室讲了就好了嘛，有那么严重吗？但是这个对的，但是呢，他特别挑明2个人，民众党要找黄珊珊，国民党要找洪孟凯，那不是把那2个总召杯酒4部分的兵权了吗？包括沈大佬了，我去办公室哦，跟柯主席聊天的状况了，他其实没有那么的沮丧了哈。他其实，在最近呢也花了很多，他每天都沮丧的，不会啦，我今天跟他见面还蛮开心的啦，我们还互相拜个年啦哈。那我不是这样讲哈，就是说。以这个宴会来讲，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啦，因为毕竟这个在野党做一个沟通哈，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场合，那吃饭可能比较轻松自然一点哦。那我也了解到说，好像在这个会场当中，他并没有谈到非常具体的，比方说一些分配啦哈，召委这些分配，但是的确在未来的合作上面是有一些共识哦。比方说，只要刚有提到，只要是福国利民的法案，民众党没有理由要推。没有人要阻挡，一定会一起来推这些事情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讲起来的话，我觉得那场会反而是有一个更好的管道跟机会，让彼此消除过去假设有些误会，那对未来的一些合作，因为再有我觉得更觉得也是要合作了，好，因为毕竟只有合作好才能够真正的来把这个过去的这个非常霸道的这个执政党政府来给他们一个教训啊，我是觉得这样。那一日北高我必须提一下哈，一日北高其实是这么多年来每年在228前后。柯文哲都会做的事情了哈，所以我不觉得他是在作秀。那这次的确他有跟我们商量过，因为他真的是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一点，那再加上他的手部有受伤，再加上他刚刚选举完，所以他才会采取这种他尽量至少骑到彰化，后续由我们的这个党公职来做一个接棒哈，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展现他的一个意志力啦，也是。我自己看这个会觉得比较特殊的一点是说，为什么昨天这个饭局里面有柯文哲？因为一般来讲，如果是在野党之间党团对党团要合作，那其实就黄国昌、黄珊珊，然后傅崐萁这个洪孟凯他们去吃饭就好了嘛。那为什么柯文哲也会是这一局说，甚至说他来当主揪，所以其实包含说柯文哲现在1个礼拜说去党团2次嘛，然后开会也要参与甚至之前还有媒体说，是不是柯文哲要来接这个政策会的执行长？其实看得出来说，柯文哲现在我自己认为说，他其实是很担心他的声量被稀释掉了，因为现在民众党最重要的舞台在立法院嘛，所以这部分也看到民众党内部可能他自己有一些生态，包含说柯文哲最近发言其实跟黄国昌是抵触的，说这个民众党如果不好好做的话，可能就只是少数，就不是关键少数，或者是说他去讲说这个食安专报吵哪一天，吵这么久，这个国家真的有问题。但是在这个事情里面去吵最的用力，杯葛最用力的是黄国昌嘛，所以其实这个都看出来说，民众党主席和党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状况。对，我觉得柯文哲他本来就是要找舞台嘛，哈，2024选完到这个2028还有4年的这个时间呢。柯文哲要如何保持他的这个能见度跟热度？就2026年的9合1大选，他总不可能说柯文哲跑去选个什么新北市长或什么嘛。所以你要如何的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之内，不断的有这个曝光度？柯文哲焦虑是正常的啊。我觉得我是肯定，昨天他们聚在一起了，不管是什么，就是蓝白合有多沟通管道，将来在野党合作，它是必然是必要的啦。所谓，我觉得所有政治上的动作都是需求的问题啦。在立法院国民党需要民众党的8席，让很多法案可以过半啦。那在这个提案上面，民众党也需要国民党的联署，要不然民众党连一般提案都没有办法成立哦。所以这样子的合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哦。那至于说柯文哲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立法院，很多人解读说是他去找舞台了，但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民众党的那8席。